云深酒店顶楼的宴会厅里，流淌着优雅的音乐，衣着华丽的人们你来我往，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而楼下的走廊里异常安静，魏无羡靠在门边和蓝忘机接吻。走廊有监控，他急着想进屋，但蓝忘机扣着他的手不放，挣扎了半天，又在口袋里摸索了很久，才拿出房卡。滴的一声，两人一起栽进漆黑的房间。瞬间，清冷的松木香和丝滑香软的巧克力味交织的味道难以抑制般倾泻而出。蓝湛，别怪我没提醒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魏无羡喘着粗气，用仅剩的一点理智将蓝忘机推开。为何要离开？蓝忘机反问，等不及去床上，拉着魏无羡一起跌到地毯上。不怕你的新伴侣生气？魏无羡嘴上说着，手臂却牢牢缠在蓝忘机腰间不放。蓝忘机惩罚性地咬住魏无羡的嘴唇，一股血腥味在唇齿间弥漫开来。魏无羡头皮一阵发麻，没有新伴侣？蓝老头没给你介绍？魏无羡伸出舌尖将血液舔掉，在黑暗中勾着嘴角，笑得轻佻。算起来咱俩分居时间早就够了，把离婚协议签了吧。此话似乎触怒了蓝忘机，他低下头狠狠咬在魏无羡的脖颈。魏无羡还来不及惊呼，伴随着布料撕碎的声音，身上便觉得一凉，但随即更加滚烫的手掌附了上来。我说过，蓝忘机克制低沉的声音近在耳畔，不会离婚。省去中间环节，魏无羡裹着浴袍窝在酒店的沙发上发呆。他回头看了一眼在床上熟睡的蓝忘机，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对蓝忘机还是毫无抵抗力。魏无羡昨晚刚回国，时差还没倒过来，现在压根没瞌睡。昨天一落地，在藏色的安排下，他阴差阳错跑来参加蓝家主办的宴会，和准前夫蓝忘机一对上眼，便再也分不开了。两人结婚前，蓝忘机就已经永久标记魏无羡，这对向往自由生活的魏无羡来说还挺方便，毕竟不会再受其他 alpha 的影响，也不会有发情期的困扰。但前提是他不会再遇到蓝忘机，在这一点上魏无羡还是高估了自己。Omega 始终是要臣服于自己的 alpha 的。两人信息素本就高度匹配，几年没接触的两人一遇见便是干柴烈火。噼里啪啦从宴会场一路烧到楼下客房，要不是魏无羡及时问服务生要了张房卡，两人指不定就在哪个角落坐起来了。魏无羡是美术生，2年前离开蓝忘机出国留学。他本来出国前就准备和蓝忘机离婚，但对方不肯。法律规定分居2年，一方便可以直接提出解除婚姻关系。魏无羡这次回来就是打算离婚的。坐了一晚上的魏无羡打了个哈欠，许久未体验过的愉悦感让他的大脑一直冷静不下来。他看了一眼地上被扯坏的衣服，就着松松垮垮的浴袍钻进被窝，随即被一只手臂揽进怀里。魏无羡本能回抱住对方，触碰到蓝忘机背部时，手感却凹凸不平。这是一闻到熟悉又清新的松木香，精神就松弛下来。魏无羡迷迷糊糊地想着，蓝忘机这几年真的没有别的 Omega 吗？阿英，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哦。藏色带着5岁的小魏婴走进蓝家大宅，啊，快看，在门口等着你呢。6岁的小蓝湛站在蓝夫人身旁，表情十分严肃认真。湛儿，快去跟藏色阿姨和阿英打招呼。阿姨好。小蓝湛走到小魏婴面前，伸出手势好，我叫蓝湛。小魏婴把胖乎乎的小手放在小蓝湛手里，看着对方漂亮的相貌出了神。阿英，怎么不说话？藏色轻轻拍了拍走神的儿子。蓝湛真好看。小魏婴抬起头看着母亲，虽然奶声奶气，但十分直率。小蓝湛耳朵红红的，低声回答，魏婴也很好看。不远处的蓝夫人掩着嘴笑了，小蓝湛抿着嘴，但一直没有放开小魏婴的手。他们俩要是一个分化成 Alpha， 一个分化成 Omega， 说不定还是很好的一对呢。藏色看着2个小孩牵着手一起去玩的背影，有些调皮地说，不如就订个娃娃亲好了。蓝夫人看着2孩子的背影，十分欣慰，湛儿可从没这样喜欢过别的孩子。好啊，真是胡闹，阿英还这么小，我看她以后多半会分化成 Alpha。 晚上回家，魏长泽皱着眉头看着儿子，要是 Alpha， 那就不作数呗。
藏色毫不在意地摸摸儿子的头，是吧，阿英？小魏婴懵懵懂懂，对 Omega 和 Alpha 并没有什么概念，一想到可以和蓝站在一起，就奶着声音回答。阿英要做 Omega。二哥哥，10岁的魏婴背着书包直接冲进蓝家大门。魏婴，蓝湛放下手中的书，把魏婴接了个满怀。阿英今天又不回家。一旁的蓝曦臣看着这一幕，笑着说：“想二哥哥了。”魏婴毫不羞涩，笑嘻嘻拽着蓝忘机就往屋子里走。蓝湛，我给你讲，今天学校里老师讲了一个好有趣的故事哦。二哥哥，我妈妈说以后我们会结婚的，对不对？魏婴趴在蓝湛书桌旁问道。蓝湛耐心解释，需要一方是 Alpha， 一方是 Omega 才行。蓝湛，你会是 Alpha 吗？魏婴天真的问。